告诉你一个秘密，如果把你的思维倒过来看，你就会发现宇宙间的万事万物只有一个源头，这个源头就是你的心念，你的每一个起心动念，整个宇宙都知道，因为宇宙中一切都是心念释放出来的假象，这就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一切事物皆由心念而生。我们的内心就像是一面镜子，它映射了我们外在的一切，一切都是我们心念的显现。这是一句很多人都难以理解的话，就是你看到的一切都只不过是你自己的念。你不要以为你看到的一切人事物，是因为他们出现在你面前，你才会有接下来的起心动念，而实际是因为你内心有什么样的执着，什么样的起心动念，他们才会出现在你面前。当你真正体悟到这句话背后的原理真相，你才可能打开向内链接的大门。所以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一个颠倒的推测，就是你的人生一切的结果都是你的念勾过来的。首先我们看个有趣的视频。来，我给你看一个喜欢的，快快快！他是多少号运动员？啥？我问你，他是多少号运动员？你看这位女士把手机一盖，问她男友视频中的美女几号的时候，男友根本没看见。为什么？她看视频中的美女腿长看见了，身材好看见了，皮肤好也看见了，就是没看到多少号。那个号码就在背上那么大一个，这么明显，你为什么没看到号码，只看到其他了？因为在你的心念变现不出那个号码，也就是说你遇到的人事物，不是因为他们出现在你面前，你心才有这个想法，而是你心本来就有这样的执念。也就是说，你没有这样的执念，就算在你面前，你也会忽略掉，看不见。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你有点好色，喜欢看美女，现在对面来了3个人，其中一位是肤白貌美的女孩，还有一位和尚和一位老人。那么当他们走过来的时候，你的眼里是不是只有这位美女，而不会去关注其他2位？也就是说，你的世界里只会看到这位美女，而和尚和老人未曾出现在你的世界，不是因为这个美女在你面前你才好色，而是因为你内心有这个好色的执念，所以你才能看到这位美女。而就算没有美女站在你面前，你也会想着去刷美女视频，看美女网站。所以你看到的世界本质上取决于你的执念，就是你有什么样的执念才会出现什么的世界。所以内在的分别定义不同，执着就不同，外在显化的健康、运气、关系、生命、幸福程度也就不同。一切取决于内在执着什么样的认知。从物理学角度，这个世界一切都是能量的呈现，振动频率不同，显化不同，固执。因为执着，所以坚固，像铁一样坚固。所以小说中有一个地方叫做铁围山，当因为执着而把频率固定下来的时候，我自然看到的
吸引到的也是同频的人事物。这个很微妙，微妙到我们已经觉得它司空见惯了，没有什么不正常。比如说，以前你经常在三亚、马尔代夫旅游，现在开始关注内在自我了，所以你旅游的地方不是在什么山，就是在什么寺。也就是说，你的念变了，你的世界也跟着变了。有些朋友、事物、环境，甚至都不会出现在你的世界。又比如说，你天天担心你的企业倒闭，只要你起这个念，你就会思考我倒闭了怎么办，并且为你企业倒闭了做各种准备。那你的企业就在你的念的构造下逐渐地走向倒闭，因为你想的和你看到的都是你的企业要倒闭的样子。实际上，我们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遇到的很多人事物都是因为恶习性升起了，他在帮你变现你不喜欢的对象，而你能够觉察到恶习性的升起，看破它，截断它，你的人生结果就会变好。你看，很多公司甚至明星天天想着偷税漏税，那么他们一定很担心将来被查，所以他们也就在不断地想办法，怎么样才能堵住这个漏洞。就是你执着什么，你就担忧什么，然后在这一条违法的路上越走越远。但是他们却从来都不会去想，我们能不能有一种智慧照见，这个税应该交，我赚的钱就是一部分要交给国家的，而且我也觉得花不了几个钱，那你这个忧虑不就没有了吗？很多人就会反驳，那我不偷税，公司根本就活不下去。那是因为你执着怎么去偷税，所以你为企业制定的经营方案、战略、思路都是围绕这个方向去发展。所以在这个时空下，你一定不会有好的结果。而当你真正的去想，我如何在不偷税的情况下我还能活着，我应该做什么样的生意，基于这样的条件下制定出经营企业的方法，这个时候你自然就会生出以这种状态下经营企业的经营思路。所以你有什么的起心动念，就会有什么样的对境。这就是你看到的一切都只不过是你的念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每个人都是因为你的执念在障碍你，你却没有发现这是个恶习性。人的心就像一个投影源一样，投影源里面是你的真心，投影源外面是你的妄心，妄心就是你的我执。就好比你的妄心就是灰尘，把这个投影仪给挡住了，你一执着，这个投影出来的像自然是扭曲的、不清净的。也正是这些灰尘阻碍了你的生命状态和能量。你的妄念越多，你心中的阴霾就越多，多到你看见的人事物都是糟糕的。当你内在还有不允许，那每一份不允许都是认知障碍，使人迷而不觉，自困其中，并影响当下的健康、情感、事业、财务等等。所有的认知障碍都因不了解生命实相，入戏太深，把戏当真。情绪无好坏，只是一种表达，可以深挖情绪，转为盗用，为学日益。
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损失的就是妄心，而道心自然就出来了。这个世界有一个秘密，看不见的东西决定着看得见的东西，无形的东西决定着有形的东西。我们看不见电，电却决定了我们看得见的一切电器设备。我们看不见磁场，磁场却决定了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我们看不见空气，空气却决定了万物生灵的生命。那么决定一个人的无形的看不见的是什么？有人说是思想，是财富，是知识，是健康，这些都是，但不够全面。决定人的东西只有一个，叫能量。接下来我就和你揭开影响我们每个人一辈子最重要的能量到底是什么。如果你能悟透接下来我分享的几点真相，那么接下来的人生一定会发生巨大的转变。这是一个能量的世界。现代物理学有个重大的发现，那就是证实了物质就是能量。爱因斯坦更进一步的证实，物质只是能量的一种表现形式。我们目之所及，车子、房子、马路、树木、花朵，甚至人类，都是由能量形成。科学家们对于这个世界探索了几百年，随着探索的深入，却越来越迷惑，因为他们探索到物质的最深处，发现什么都没有。物质的本质不是物质，而是能量。我们眼中所有千奇百怪的物质，分解到最后不过都是由分子和原子组成，而分子和原子的内部 99.999% 都是空的。以闪电般穿梭于这个空间里的次原子，其实是一束束振动的能量。这些高频振动的次原子并非杂乱无章，而是携带着信息。这些信息就创造了我们眼中的物质世界。这部分物理知识大家可以不用那么纠结去理解，只需理解物质的本质是能量即可。那既然万物都是能量，那么我们人类也是一股能量。我们的精神、思想、肉体、念头都是能量的一种形式。人体就是一个巨大的能量场和信息场，无时无刻我们都在进行着能量的转化，信息的传递。换言之，每一刻我们都在汲取能量，又在输出能量。看书学习、吃饭饮水是在汲取能量，站行坐卧、起心动念是在输出能量。我们睁眼闭眼、睡觉醒来，看得见的、看不见的都是能量。理解了这一点，接下来我们就好办了。一切都是能量的转化。既然一切都是能量，那就意味着一切都是能量之间的互相转换。有句话叫一念天堂，一念地狱。这一念的能量持续下去，就可以转换成两个截然相反的人生轨迹。很多人把这个叫命运。就算是命运，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自己一念造成的。念头有多重要，
因为一念要制作这个影片，所以这个影片才被大家看到；因为一念要写一本书，所以这本书才出现在大家的面前；因为一念要创造手机、飞机、汽车，所以才有我们现在看到的手机、飞机、汽车。一切的物质都是源自于能量的转换，而人类世界创造的物质都是源自于一念的能量不断放大，最后形成了现实中的物质。你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源于你的意识构建。我们要在意识中构建自己的世界，才能转换成现实中的物质世界，而这一切的基础都需要不断地进行能量转换。你能转换多少，取决你摄取多少高频能量，转化多少高频能量。而我们很多人既没有不断摄入高频能量，也没有不断转换高频能量，它只是摄入了维持生存的低频能量，比如吃饭、喝水，同时它只转化了低频能量，比如刷视频、玩游戏、看八卦，所以最后换来了一个低频的人生。俗话叫低质量人生。那么什么才是高频能量呢？就是一切美好、幸福、喜悦的能量，比如读书学习、思想提升、精神升华等。那么什么才叫高频转化呢？比如财富、爱情、健康等。我不知道说到这里有没有触动你一点？为什么如此多的人生不幸福、不快乐、不富足？根源就在于没有汲取高频能量，同时没有产生高频念头，所以人生一塌糊涂。举例来说吧，为什么你人生困难重重？因为你大脑没有解决方案，没有足够的能量去克服。这些能量来自于哪？来自于你汲取的知识和思想。为什么你总感觉人生很穷苦？因为你没有足够的能量去转化成财富，你把能量都用在消遣、偷懒、追剧、刷视频、胡思乱想上了。为什么你总感觉人生苦短，命运不好？因为你既没有吸收高频能量，又起来无数个负面低频的念头，最后让负面念头吞噬了你整个人的能量。能量是我们一生最宝贵的东西，也是唯一决定命运轨迹的东西。你从哪里汲取能量，决定了你本身能量的强弱。你接触的都是低频能量，注定要被负能量包裹。你把能量用在哪里，产生的就在哪里。用在健身、身体健康；用在工作、收入提升；用在感情上，收获幸福。你把能量耗费在哪里，就会陷入到哪里。耗费在吃喝玩乐，就会陷入到入不敷出的现状里；耗费在娱乐八卦上，就会陷入到浑浑噩噩的状态里。不管是有结果没结果，幸福不幸福，还是贫穷富贵，根源只有一个，就是你的起心动念。所以归根到底，我们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则是善护念。善护念，
人生轨迹的能量源，我们都知道一念一世界这句话，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我们每一个念头背后都隐藏着巨大的能量。你的一念可以让你走上巅峰，也可以把你推向谷底。你的一念可以催生疾病，也可以治愈疾病。你的一念可以让你陷入痛苦，也可以让你离苦得乐。举例，一个人起心动念是我可以，我能做到，这一念就会支撑着他勇敢去学习，去进取，去坚持，最后走上巅峰。而另一个人的起心动念是我不行，我做不到，这一念就让他自暴自弃，不思进取，躺平了，最后把自己推向低谷。一个人本来挺健康的，却因为一个人一件事而升起了负面的念头，从而导致长期的不开心、焦虑和抑郁，而催生出了很多的疾病。而一个人可能本来身体是患有疾病的，却因为升起积极乐观的念头，每天都开心、乐观、从容地应对，反倒有些疾病就自然消失了。这些例子现实中大家应该没少见，所以我的影片中常说，转念即转运，转运即转命。但是这个念很多人根本就察觉不到，换句话说，他不知道他此刻生气了，他不知道此刻自己抑郁了，他不知道大脑里产生了一个想法、一个观念、一个情绪。对此，我在以往的影片中多次详细的介绍，要让高我那个观察者醒来。我们常听人说，觉醒觉醒，觉醒什么呀？就是让高我醒来，让高我来观察我们想法、念头和情绪，这就是观察者让善护念对我们人生轨迹的重大影响。善护念就要求我们时刻保持临在，时刻保持对念头的觉知，善念、邪念觉知到就好，不必跟着善念去执着，也不必被邪念所带走，更无需给念头注入能量，让其不断放大。换言之，好念、坏念都是我们大脑的评判，未必真实，未必正确，或是假象，都是一种执念。所以最好的方式则是好念不纵容，坏念不跟随，不把能量注入到这些念头当中，只把能量用在当下，去做具体的事，去体验具体的事。看到这里，很多人估计矛盾了，既然一切都是念头转化的结果，又叫我不要跟念头走，不要给它注入能量，这不是矛盾吗？其实根源就在于，好念坏念不是我说了算，我不做引导，我不能用我的观念来引导你，而是你说了算。好念、坏念，评价的那杆秤就在你手中，所有起心动念无不是因，就看你如何选择了。任何一念都会改变人生未来的轨迹。现在整个时空的信息量非常大，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意念的秘密，
可惜少有人清晰地知悉意念的内涵。人们唯一的共同点是深知意念的超级力量。意念看不见摸不着，非常抽象，对于眼见为实的人类来说，怎么理解都欠缺，只能略描述。这种能量通过人的意识发射在空间之中，形成强度不同的能量波，它可以影响和改变事物的存在形态和发展方向。这种强大的意识能量波决定着你将吸引来什么样的宇宙能量。这种意念不仅可以改变一个人财富、精神面貌，也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一念善心，护法神跟着你；一念恶心，魔鬼伴随着你。人的意念磁场会相互产生干涉的作用，任何一种善恶意念的干涉都会形成感觉，直接反馈给人，造成不一样的结果。这正是我们所说的气场以及气场给别人的影响。告诉你一个天大的秘密，当你充满欢喜心、慈悲心、包容心的时候，时空的能量会源源不断流入你的身体。当你打开智慧之门，法喜充满的时候，你获得的能量将超乎你的想象。当一个人真正发一个大的善愿后，他会在瞬间得到无限的能量。反之，当你内心充满怨恨、恐惧、无奈、嫉妒、烦恼的时候，你的能量会迅速流失，加速衰老与死亡。尤其是恐惧，它会让你的能量顷刻间丧失殆尽，失去生命。心理学家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首先将一只正常的小白鼠放进一个水池里，水池的大小刚好在小白鼠游泳能力可及的范围内。小白鼠掉进水池后没有立刻游动，而是滋滋地边叫边转圈，过了一会儿才镇定自若地朝池边游去，最后成功脱险。原来小白鼠的鼠须类似于方位探测器，小白鼠发出叫声是为了让叫声发出的声波传到水池边缘，等声波返回之后，小白鼠就能够判断水池的大小以及自己距离池边的距离了。然后又将另一只剪掉鼠须的小白鼠放进这个水池。起初这只小白鼠的反应和第一只小白鼠一样，掉进水池后没有立刻游动，而是边叫边转圈。但是由于被剪掉了鼠须，失去了方位探测器，它迟迟收不到声音反射回来的声波，无法判断水池的大小和自己的位置。没过几分钟，这只小白鼠就溺水而死。最后，心理学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第二只小白鼠之所以会溺水而死，不是因为它失去了鼠须这个方位探测器，而是由于无法判断水池的大小和自己的位置。它心中产生了水池太大了，不管怎样我都是死路一条的负面意念。这就是心理学上的意念自杀。可见意念的力量是多么强大。在现实生活中，任何人都可能会遇到艰难险境，有些人用积极的、
强大的意念为自己营造了强大的气场，最后走出了困境，走向了成功。而另一些人则用消极的意念不断消磨自己的气场，最终自己被自己打败，在困境中越陷越深。不同的意念决定了不同的气场，不同的气场又决定了不同的命运。可能有些人会对此有疑问，意念真的可以决定人们的气场，改变人们的心理状态吗？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然而事实就是如此。当你非常窘迫的时候，你的脸会不自觉地变红；当你非常恐惧的时候，你的脸色会发白；当你心里很紧张的时候，你的手心会出汗，甚至双腿不听使唤。处在这种负面的心理状态时，你的气场也会变得消极、怯懦。这些都是意念影响气场的例子。从更为通俗的角度讲，意念即是气，是力，是一种能量。现代物理学的伟大在于证明万物均为能量，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用现代物理学来说，就是一切物质都可以分解成分子和原子，每一个原子的内部都是空的，并以闪电般的速度穿梭在这些空间中的次原子，是一束束震动的能量波，其实是弦线。量子物理学指出，宇宙磁场组成了宇宙的万物，宇宙的万物都是能量在磁场的作用下构成。无论是街上跑的汽车，还是你本人，都是由能量组成的。根据维也纳大学康士坦丁博士估算，人类的脑神经细胞数量约有1500亿个。脑神经细胞受到外部的刺激，会长出芽，在长成之神经元与其他脑细胞结合并相互联络，促使联络网的发达，于是开启了信息电路。1857年，英国的一位青年生理科学工作者卡通在兔脑和猴脑上记录到了脑电活动，并发表了脑灰质电现象的研究论文，但当时并没有引起重视。15年后，贝克再一次发表脑电波的论文，才掀起研究脑电现象的热潮。直至1924年，德国的精神病学家贝格尔才真正地记录到了人脑的脑电波，从此诞生了人的脑电图。物理学家 Cohen 于1968年首次测到了脑磁场。1971年，国外有人在磁屏蔽室内首次记录到了脑磁图。我们的左脑的神经元数量仅占大脑神经元总数不到的5%，剩下的95%以上的神经元集中在右脑，处于未完全使用状态。人体的构造与天线有某些相似之处，是看不见信息的接收器，还是信号的发送者？意念是一种频率，治疗念力就是一种高度有秩序的光。意念同样是高度和谐的。唐代著名道医孙思邈在其《摄阳枕中方》中云：道人之极，闭目内视，使心生火，以火烧身，烧身令尽存之，使精神仿佛。即急欲，若有痛处，
皆存其火烧之，密焰，古名医之言，其可不信乎？鲍朴子。中说人在气中，气在人中，自天地至于万物，无不顺气以生者也。人生活在气中，气也在人体中，气无处不在，无论是天地还是万物生命，都必须顺着气机的规律去生活。在古代典籍《淮南子》中说，服行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源也，神者生之至也，一失其位，即三者伤矣。形就是身体，气就是生命能量原动力，神就是元神，最本源的意识。精神缺一不可，缺一其他两位就会受伤害。老祖宗描述了东方文明对于生命整体观的理解，说我们人体是形、气、神三位一体的整体，形即身体，神即精神、心性，而气则是促进形和神之间平衡协调的桥梁、媒介。道家也称精气神。西方有一些临床医学专家发现，通过意念想象可以提高患者免疫细胞的数量，对那些大自癌症、小到感冒的各种病人都有不同的疗效。美国有一位脖子上长着恶性肿瘤的女性患者，医生断定她只能活3个月。她闻讯后并没有悲观失望，而是在心理专家的指导下，采用意念疗法，每天在床上静坐，心无杂念，专心想象脖子上的肿瘤是一个恶魔，而自己体内的白血球则是骁勇善战的骑士，并不断将恶魔逐渐消灭干净。可以说，人体就是一个很敏感的信息场，无时无刻都在与外界的信息、能量进行交换。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你总是用积极的意念来暗示自己和他人，逐渐的，你就会发现自己和他人都在朝着你所希望的方向发展，越变越好。你是积极向上的意念，你的气场就是积极向上的；你的意念是消极负面的，你的气场就是消极负面的，同时吸引消极负面的人和事。所以要加深你的正能量意念，就要有积极正面的意念，这一点真的很重要。倘若你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气场强大的成功人士，那么从现在开始重视意念吧。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留下善护念3个字，起心动念皆是因，当下所受皆是果。愿我们都时时善护念，起正心正念，方能结善果。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